关节外露的1:6卖2400块钱，为什么我买到了之后还高兴的不得了呢？上期在老麦复刻的那期视频里呢，咱们也简单聊了一些关于 TAS 小丑的。那其实 TAS 作为一代经典呢，更是我个人最早接触的小丑形象。时至今日啊，这也是对本人影响最大，也是本人最为喜爱的小丑形象之一。那他的配音演员呢，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星战系列卢克天行者的饰演者马克哈米尔。很难想象这么一张正义凛然的帅脸啊，竟然能配出如此魔性的笑声。那其实国内版本的尼康老师也是非常厉害的啊，相信很多人记忆里小丑的声音就是这个。我的上帝呀！我是爱尔兰人。早上好，弗兰西斯先生。是不是觉得这个声音还挺耳熟的？不知道在哪儿听过？那我来提醒你：第一，绝对不意气用事；第二，绝对不漏抓任何一件坏事；第三，绝对裁判的公正漂亮，裁判机器人。哇！蜻蜓队长参见各位。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归到玩具的话题。本次给大家介绍的这款 Model 的小丑，不同于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小比例 DCC， 是一款1:6比例的玩具。那 Model 这个品牌呢，对于国内的大部分玩家或许比较陌生，咱们也就简单的介绍一下。Model 最主要的业务呢，其实是在平面设计海报的这方面，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电影海报设计，可以说是引领了整个影视行业平面设计的潮流。Model 设计的海报呢，可以说每一张都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元素的堆叠、概念的体现都非常的巧妙。本身它的海报一般就都是限量发行，并且价格也不便宜，一经开售都是一抢而空。那说到这里呢，就很轻易的可以了解到 Model 在平面设计这方面的功力。Model 呢，系统性的给蝙蝠侠 TAS 做过许许多多的海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选择做蝙蝠侠动画系列的这个题材去制作手办。做海报 Model 是专业的，但是做手办这些东西呢 ，Model 就可以说是比较入门了。可以说 Model 的产品呢，制作的第一标准永远都是外形的还原度，可动性、关节设计这些就都很一般了。TAS 系列的反派角色非常的多，因为动画采用单元剧的形式，基本上呢根据主题就能确定反派出场的次数。那我做了一个详尽的统计啊，去理清蝙蝠侠 TAS 里每个反派的出场次数，并把出场的集数都标注了出来。那其中小丑一共出场了17次，断层式超越了其他的反派，也包括了剧场版蝙蝠侠大战幻影人，在蝙蝠侠的恐惧中，对蝙蝠侠未来的预言中，更是带火了哈利奎因这个角色。总而言之，蝙蝠侠粉丝团团长的名号当之无愧呀，绝对是 TAS 系列最有排面也最具影响力的反派。那这款 Model 的小丑呢，在发售的时候其实是有2个版本，一个普通版，一个 SDCC 限定的豪华版。那豪华版限量是1000个，国内呢没有代理，所以入手的价格和难度非常高。但谁让它是小丑呢？咱们必须安排。那包装盒是一张非常漂亮的海报设计，取自 Model 为 TAS 第1季中小丑的关照这一集所设计的海报，去掉了画面中的配角，保留了小丑的主体。印刷呢非常清晰，这就是 Model 的老本行。比起动不动就哈哈哈堆满一包装盒， Model 这种简约大气的设计呢，在小丑玩具里也是挺别具一格的啊。右下角呢，则是有一个银标去标注豪华版，侧面呢是巨大的 Joker 字体，背面呢则就是简单的蝙蝠侠 TAS 标志。包装盒到这里还没有完啊，打开还有惊喜，可以看到是 Model 为第2季小丑鱼这一集所做的海报，里面有非常多的文字和小场景啊，就取自于小丑这一集的名场面。Say, Mom, wondering what to feed the family tonight? 那跟别的角色的故作深沉不太一样啊，小丑呢基本上整个包装盒都在整活了，对吧？打开看看内部呢，内里是一个哈利的大海报。一方面 TAS 哈利和小丑这一对组合确实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算是提醒你啊，就之后我们也出了个小丑女，赶紧买。说完了这些呢，终于来到了主体。造型其实非常简洁啊，因为 TAS 的小丑呢，大面上看细节就很简单，整体的工艺和常规的1:6不一不同啊，采用了非常传统的美系的做法。这一点呢，我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无论什么材质，能表达出效果，就是最好的。全身大面积呢，采用了2次元的阴影涂装啊，不过 Model 这个阴影涂装可就不是乱涂的了，全身上下，尤其是面部，恰到好处的阴影呢，丰富了细节和层次感。那本体呢，还有一些值得考究的亮点啊，首先就是这个内衬。
在动画片里呢，根据色彩的环境不同啊，这个内衬在黄色和橙色之间飘忽不定。那之前 DCC 的这款呢，做的时候就选择了一个相对饱和度很高的黄色，这次 Model 呢在用色上就明显有了考据啊，并且有些产品的制作时呢，会把 TS 小丑的马甲内衬给画出来，这就如我上期所说，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那 Model 呢显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另一点就是在手套上，动画里小丑的白手套呢，在上色这方面跟面部是有区分的，用一个飘蓝的白色。那这一次在面雕和手部的颜色上呢，也做出了区分，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细节了。面雕方面，标志性的微笑和眼神都有做出刻画啊。很多小丑其实都是没有眉毛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发型方面呢，就是动画版的三角飞机头啊。我小时候一直在想，这个头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形状啊？那这个头发的颜色不同于一般的小丑，是一个黑色。原作想表达的呢，其实是类似于蝙蝠侠的斗篷，就是一个暧昧色。不同的是，这一点在 DCC 时期就有被注意到，并且一直都在保持了下来。Model 呢也是一如既往啊。那有没有把头发这事儿给忘了呢？有啊。Mafix 的新冒险顺带一提啊，这款产品呢，我的也已经在路上了。有想看的观众呢，点个赞啊！本期点赞超过30，下期就给大家更这个新冒险的小丑。说回本次 Model 的这款，全身的关节呢，虽然采用了外露的设计，但受限于动画小丑比较宽厚的服装造型嘛，可动性就相对很一般，并且对漆面呢也非常容易造成刮蹭啊。不过关节的割裂感呢，并没有过于严重。硬材料还原的好处啊，就是时刻都能保持裤子在动画里的这个褶皱感。从后面来看，丑爷这个小蛮腰也真是没谁了，一看就没少偷偷锻炼。腰腹部的关节呢，隐藏在了这个裤腰里，这里的层次感和活动性都没有受到影响啊，这个设计我还是蛮喜欢的。Model 这个配件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啊，光是替换头呢就有整整5个，分别是得意头、狂笑头，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以及豪华版独有的礼帽头、伪装头。其中这个礼帽的造型啊，也对应了 TS 小丑第2标志性的这个风衣造型。本款产品呢，没能附属一件灰色的风衣啊，也是比较遗憾的。那这个造型呢，第一次也登场于小丑的关照这一集啊。不过在这一集中，确实有小丑并未穿戴风衣的礼帽造型，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给也行。那这颗伪装头呢，则是出自于《我要当小丑》这一集，小丑伪装成了市长儿子生日宴会上雇来的小丑啊 Jaco， 并把市长儿子呢骗得离家出走了。不过可惜的是啊，这个造型在剧中出现的时候应该搭配一根手杖，那本次也未能附属，让你没有办法很好的还原这个场景。几个替换头雕呢，都保持了和常规头一样的优秀光影刻画。我个人最喜欢的反而是 Jaco 这一颗啊，增加了一些恐怖的感觉啊，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手型上呢都有相应的光影，并且一个手型着重介绍一下，那就是这个配有欢乐蜂鸣器的握手手型。不过在动画片里啊，最记忆深刻的情节还是他用这个去驱动了小丑车。那也可以看到啊 ，Model 给每个手型都配备了连接器，这就让替换呢变得十分方便，手感也不错，值得好评。剩余的配件呢，就还有3个炸弹。造型各不相同，其中一个是比较符合传统造型，另外2个呢则更有小丑本人的风格。这3个炸弹也分别出自小丑的关照、我要当小丑和哈利奎因这3集。扑克牌也是小丑常用的武器，那这个造型呢出自于胜利恐惧症的这一集。其次还有一把黄色的凿冰器，出自最后一笑这一集。在所有的配件里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2条小丑鱼，当然这也算得上是真正标志性的 TS 配件了，出自笑鱼这一集。2条鱼呢分别用了不同的姿态刻画啊，相当的喜感。可以看到在配件方面呢 Model 尽力的去把小丑在不同剧集中使用的武器和配件都进行了附属，但或许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反派啊，小丑每次出场的花样和主体太多了啊，只在某些剧集里选择了标志性的配件进行了附属。那毕竟不像其他反派啊，就那么1-2个装备完事儿。我个人其实比较希望的能再附属一个愤怒头以及笑气的特效键也因为政策原因啊，枪呢就更不可能了。不过目前这些呀，就已经让这款小丑的可玩性非常高了。最后还要提一嘴的就是地台，用了一个蝙蝠的样式啊，特殊处理的标志呢足够经典了。不过该系列的地台都是统一的，没有给角色单独的设计，如果这里能换个配色就更好了。总结一下，Model 的这款小丑呢，我个人是十分喜欢的。一方面是情怀在这儿呢，另一方面呢 ，Model 的平面设计功力运用啊，也确实在平面化的动画造型上体现得非常出色。
无论是配件的附属，还是造型以及用色上的考究，也绝对是目前市面上可动的 TAS 小丑里啊最好的选择。关于 TAS 的这些反派呢，之后我也会单独出一期视频啊，把我列的这个表格做下总结。那本期对于 TAS 小丑啊，也算是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如果大家喜欢呢，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新冒险里的那个小丑啊，记得点赞。OK， 喜欢我的内容呢，就请先咱来加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与我们一起聊玩具，理解热爱，分享快乐。我是鲨鱼，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